別再自欺欺人，問印度敢不敢了，答案刺耳，但必須直面。印度不僅敢，而且日思夜想都想对中国动手。我平时刷国際新聞的时候，总看到有人留言说印度就是嘴炮，真打起来根本不敢。这話放在咱們這邊看沒問題，但你真去了解印度民間的想法就知道，人家可不是隨便说说。前几年印度本土調研機構卡維洞察做過一次全國性調查，走訪了12000多個人，覆蓋城市和農村。結果有 72% 的受訪者篤定，真和中國開戰，贏的肯定是印度。後來美國史汀生中心也做過類似的民調，比例差不多，甚至還有60%多的人覺得這場仗2周就能打完，印度能輕鬆取勝。你可能覺得這數據太離譜，是不是樣本選的有問題？還真不是。這種認知不是少數人的想法，是整個社會層面的集體印象。就說2020年加勒萬河谷那次衝突，明明是印軍越線挑事吃了虧，結果印度國內媒體翻來覆去的包裝，愣是把敗仗說成了英勇反擊。好多普通人信以為真，覺得自家士兵給了中國很大教訓。衝突過去才2個月，那份 72% 勝率的民調就出來了。你說這信息偏差的有多嚴重？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是印度普通人接觸到的關於中國的信息從根上就歪了。先說教科書，印度中央邦、北方邦不少中学的課本裡關於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內容完全是顛倒的，說當年是中國主動越境，最後是印度軍隊把人趕了出去，打贏了戰爭。10幾歲的孩子從課本裡就學的是這套說法，長大了能對中國有正確認知才怪。就算是全國通用的主流教材，就算承認沒打贏，也全往高原氣候。我方突然出擊，上面推，絕口不提雙方在後勤、裝備、戰術上的真實差距。再說到媒體，那就更有意思了。有機構統計過，印度 90% 以上的涉華報道都不是自己派記者實地採訪的，全是轉引英美通訊社的內容。真正一手的中國報道站比不到 5%。西方媒體本來就帶着偏見寫中國，轉了一手到印度，內容只會更離譜。印度本土的主流媒體像今日印度、印度斯坦時報這些，平時就愛炒邊境話題，怎麼能煽動情緒怎麼來。一會兒說中國改變邊境現狀，一會兒吹自家武器有多厲害。前幾年印度買了法國的陣風戰機，國內媒體吹得沒邊兒，說一架陣風就能壓制好幾架五代機。這種話咱們聽着像笑話，可不少印度老百姓真信。你要是去印度的社交平台逛一圈，離譜的言論更多。之前美版知乎 Quora 上有個印度網友發帖質問政府為什麼還不向中國宣戰，說印軍1-2周就能佔領中國。就這麼荒誕的帖子，3天拿了10幾萬讚，底下評論全是附和的。還有人認認真真排了作戰時間表，說第1天拿下拉薩，第3天挺進成都，1周就能打到武漢。咱們看着像段子，可人家是真當真了。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也顯示，印度有60%多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是亞太地區對華好感度最低的國家之一。當然了，嘴炮歸嘴炮，實際行動上印度也從來沒閒着。遠的不說，2017年的洞朗對峙，印軍越過已經劃定的西金段邊界進入中國境內，阻撓中方正常修路，僵持了2個多月。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衝突更是印軍一線部隊違背雙方軍長級會談達成的共識，暴力攻擊前去交涉的中方官兵，最後釀成了人員傷亡。這些事兒都明明白白擺在那兒，不是敢不敢的問題，是人家已經一次次動手挑釁了。這些年邊境線上的零星摩擦就沒斷過，印軍底邊修建設施、越線巡邏的事時有發生，人家從來沒放下過動手的念頭。我一直覺得看待印度不能走極端，既不能把人家想得太不堪，覺得人家全是嘴炮不敢動手，也沒必要把這種民间自信太當回事。他們的認知偏差是長期信息封閉和輿論引導出來的，真到了實打實的較量層面，差距是騙不了人的。就說邊境後勤，咱們這邊公路、鐵路修到了高原，物資補給1年4季都能跟上，還建了不少現代化的駐訓設施。印度那邊很多邊境地段連硬化公路都沒修通，冬天大雪封山，前線士兵連過冬的保暖物資都湊不齊，經常出現冻傷減員。裝備就更不用说了，咱們的戰機、火炮、後勤裝備全是自主生產，要多少有多少。印度大部分装備全靠從各國採購，型號雜，配件少，打壞一件少一件。
真打起來根本耗不起。可話說回来，这种全民性的認知偏差其實挺危險的，民間情緒被煽動起來了，政客為了選票就容易跟着硬，本來能通過談判解決的小事，搞不好就會被民粹推着升級。這些年邊境上的摩擦沒斷過，背後多多少少都有這種情緒的影子。印度國內但凡有點矛盾，政客就愛拿邊境問題轉移注意力，把中國塑造成外部對手，靠煽動民族主義拉支持率。這套玩法他們已經用得很熟練了。咱們普通人不用跟着生氣，也不用天天操心會不會打仗，該發展發展，該建設建設，邊境上該守的守好，手裡的家伙事練硬了，比啥都強。畢竟真到了要掰手腕的時候，靠的不是嘴炮和民意調查，是實打實的工業能力和後勤保障。你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裡自我陶醉沒關係，真要伸手越界挨打的时候可沒人慣着。印度的阿 Q 精神，魯迅筆下的阿 Q 身處社會底層，處境窘迫不堪，卻始終靠着自我麻痹精神勝利法消解現實的苦難，在貧瘠落魄中維持虛妄的心理滿足。縱觀當下印度的發展現狀，這個正處於農耕文明向初級工業文明艱難轉型的國家，恰恰複刻了極致的阿 Q 精神。工業根基薄弱，國家集權鬆散，民生環境窘迫，可國民卻普遍樂觀自洽，盲目自負，在破敗的現實與虛妄的精神優越感中自我閉環，和阿 Q 的精神勝利法如出一轍。從國家基本面來看，印度的發展短板極為突出。時至今日，印度依舊沒有擺脫農耕國家的底色，近半數人口依靠農業謀生，沒有建立起完整扎實的工業體系。相較於深耕基礎工業、完善民生產業的巴基斯坦，印度雖體量更大，表面更發達，但工業發展極度畸形。不同於中國歷經數十年沉澱，腳踏實地夯實鋼鐵、基建、製造等工業根基，循序漸進發展高端軍工、航空航天產業。印度完全背離工業化發展規律，陷入了本末倒置的發展誤區。在基礎工業漏洞百出、國民溫飽、基建民生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印度盲目跟風大國布局，耗費巨資研發戰機，建造航空母艦，衝刺高精尖高端產業。可這些光鮮的大國標籤大多是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賴進口，自產率極低，看似躋身軍事科技大國行列，實則工業底盤懸空，毫無核心競爭力。這種跳過根基追逐虛名的發展模式，正是國家層面的阿 Q 式自欺，用虛假的強盛掩蓋真實的落後。更關鍵的是，印度並非真正意義上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當年依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近乎無流血完成獨立，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革命與基層整合。全國各邦手握獨立的立法、稅收、治理權力，方言林立，族群割裂，文化各異，中央政令難以全國落地，資源無法統籌調配，國家始終處於鬆散的聯邦狀態。看似是統一主權大國，實則內部四分五裂，整合度遠低於多數主權國家。但印度始終自詡南亞霸主，實際新興強國，沉溺在自我塑造的大國假象中，不願正視自身的分裂與落後。而支撐印度全民阿 Q 精神的核心，是延續千年的宗教文化體系。印度絕大多数民众信奉印度教，輪迴業報、宿命安分的思想刻入民族骨髓。在這套精神體系中，今生的貧窮、苦難、卑微，皆是前世業力所致。安分忍耐、虔誠向善，便能換來來世的階層躍升。同時，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讓民眾從小接納階層固化的現實，不攀比、不抗爭、不怨憤，天然消解了貧富差距帶來的焦慮與不滿。這也就解釋了最令人費解的現象：無數印度民眾生活在垃圾遍地、污水橫流的貧民窟，物質極度匱乏，生存環境惡劣，卻依舊樂觀鬆弛，幸福感十足。不同於世俗國家民眾以奮鬥改变命運，以實幹彌補差距，印度民眾看淡物質窘迫，沉醉於宗教帶來的精神自洽。佛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滋養了豐富的精神世界，讓他們在極致貧瘠的現實中，靠着精神慰藉實現自我和解，活成了苦而不自知、窮而不焦慮的狀態。這種獨特的阿 Q 精神，
讓印度社會形成了特殊的穩態。宗教宿命論化解了階層矛盾，非暴力的文化底色減少了社會動盪，國民普遍溫和樂觀，極少出現大規模社會暴亂。但這份安穩與樂觀終究是不思進取的自我麻痹，是阻礙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最大桎梏。全民安於現狀，敬畏宿命，徹底缺失攻堅克難、苦幹實幹的奮鬥精神。沒有人願意沉下心補齊工業短板，完善民生基建。國家沉迷大國虛名，民眾沉溺精神安樂，上下皆活在自我欺騙的精神胜利者。歸根結底，印度的國民性就是放大版的阿 Q 精神。國家層面以虛浮的高端軍備掩蓋工業殘弱，以虛假的大國地位麻痹自我；民眾層面以宗教宿命消解現實苦難，以精神富足對沖物質貧瘠。這本自洽與論環看似是民族的精神財富，實則是發展的枷鎖。正如阿 Q 終其一生困在自我欺騙的牢籠中，印度也在千年宗教文化與虛妄的大國幻想裡困於落後，疏於實幹，永遠無法完成真正的蛻變與崛起。